美国的实体是一个宝藏。Hello，各位好，我是飞热，欢迎收看这期的飞热咖啡因日记。那今天我们在洛杉矶的塔斯廷，会跟一个帮助库迪咖啡在加拿大还有美国建仓库，然后开店的同学一起聊一下。后面这个就是库迪的咖啡，然后我们走近看一下，我感觉这个味道还是很有国内那个味儿啊，就是营销的。我看这个有第一杯$0.99，然后包括这边看到熟悉的比较爱喝的这个什么生椰拿铁，这些就很有国内的味道。对，那等一下进去聊一下。OK，那我们就进来了。然后里面这个我觉得装修风格跟国内也是比较类似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多来捧场。对，这是他们的菜单，还有一些甜品啊，包括能量碗啊什么的。Hello，各位好，我是飞热，欢迎收看这期的飞热咖啡日剧。那今天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个塔斯廷库迪的店里面，跟我们当地的一位负责现在库迪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开店、建仓等等等等相关的，叫 Coco。现在就负责美国。哦，对，大家好，我是 Coco，负责美国区域的库迪的开店跟运营，做一下出海。等于你们是按国家分的吗？对，现在美国现在都归你管。不是，我上面还有老板，我只管运营的事儿。我老板是就是整个国家区的总监，他管那个加拿大跟美国。那你们现在就是比如25年的计划是要在这边开到多少家店吗？我们有计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又有关税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要正规去走 FDA 的清关，对，然后报关。因为在美国经营，它有一个对合规性的要求，因为你违法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对，而且吃了的应该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过 FDA。对，包括我们的设备，我们的咖啡机不仅要做美国的认证，还要做加州的认证。FDA 的周期还是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算是最早一批出海的品牌吧。从前年的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去到加拿大，然后我们在加拿大去建店，那个时候还基本没有品牌出来，前期也踩了很多坑，也包括建店的标准。我们当时本来想的是，就是整店运出来，就是所有的建材，包括设备，然后包括我们的物料，但是会发现在里面有各种各样当地的规范，需要去适应。因为美国它其实并不上一个国家，它像很多个小的国家，对，所以每个国家的劳动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很长的时间去磨合，跟员工磨合也好，然后也改变自己的那种心态，去多跟当地的人去学习。确实是很多出海企业会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真的是每个区的文化差异还挺大的，有的非常保守，有的比较激进。刚才我还听到你讲，原来你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国内运过来，我本来以为会做一些当地化，像国内不管是可乐鸡啊，其实供应链都基本上都转移到本地了。对，我们其实有尝试，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一定非要说是全部去做当地采购，或者全部依赖中国的出口，还在做一个成本的取舍。如果是当地采购便宜，那我们就在当地采购；如果是从国内采购便宜，那我们就在国内采购。因为本身像库迪咖啡，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暴利的行业，对，因为咖啡本身对当地来说也是一个日常的消费饮品，所以我经常把我们形容成非常讲究性价比的一个企业。对，是的，你能感觉到。刚才点了一杯这个橙 C 美式，那这个在这边的定价大概是根据区域的不同，大概是在4.4毛9和4.9毛9两个区间。感觉比这边平均售价都要再低至少2-3刀。比星巴克大概低个20%-30%左右。那最起码从价格上还是很有竞争力。我们的优势可能还是在人工上，其实我们这边的就是全自动化程度很高。像你喝的这款饮品，从制作到出餐就30秒钟。这个真的是很明显，就是在国内点咖啡真的很快，而且那个店基本上1到2个人，国内的很多店都是这样。对，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国内的电子支付很发达，然后所有人都是扫码下单。对，包括小程序也会提升很多，会非常节省人力。但是在这边，你如果一个门店你没有收银员，没有跟客户交流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他可能就对你这个品牌觉得没有温度。是的。但是点单是一个非常占人工的，人效比较低。就像库迪咖啡，它是一个小的商业模型，它并不是说那种开大店，我里面站个10几20个人，我无所谓这个人工。但是我们的单店的工时其实把控的非常的精准，就甚至每天多少杯量以下，我们要18个工时，多少个杯量我们需要21个工时，我们是非常精准的去把控，就跟客户学习，跟员工学习，跟当地的一些经营者学习。你现在不是有这种
便利店的形式去跟当地的老板合作嘛。其实一个是建店的周期会更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更多会有当地的经验，他们知道怎么去把这个店快速的落地掉，然后去跟一些 local 的客户交流。像这个店基本是没有华人的，没有。对，这个 Prada 基本上是以菲律宾、越南，然后整个东南亚的人都会。那可能也挺好的。库迪在东南亚应该也做的还不错。东南亚那边挺不错的，东南亚跟迪拜、中东那一块儿。特别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0.99第一杯，这个很有国内的那个营销的味道。很有国内的味道。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更习惯于去点单，因为有人情。国外很讲究这个跟人去交流。对，来这边确实能感觉，这边节奏确实会慢，大家也享受交流的这种感觉。我这几天其实待的有点抑郁，因为他每天确实可能下班会早一点，街上又没什么人，可能刷到一个人就点单的时候聊一聊也挺好的。对，我买了一副麻将，然后从我11月份到这里，一直没凑齐4个人，到现在都没有开，没有任何的娱乐，也会有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其实跟人交流的时候，有些客户真的很温暖。我之前在加拿大在门店的时候，有客户会拿着我们之前给他打包的袋子回来，就是说给你们省一个袋子，非常温暖。然后有时候甚至小费给的比你的那个饮料价格还高，包括也会有一些客户，比如说圣诞的时候啊、平安夜的时候啊，就给你送礼物，就是说因为我经常来喝你们咖啡，我觉得你的咖啡很好。就这些人文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在美国跟加拿大里面，就是你会立马去得到一个反馈的东西。对。所以你刚才提到仓库，就这边的仓库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挑战的地方？其实这边建仓的话，就是人工非常非常的贵。你想在中国建一个仓库，那可能我雇一个工人，每天给我搬货，然后给我把那个托盘插下来，给我运出去，给我打包。但是在美国，你如果想雇叉车的工人，那他就只干这一件事。对，你让他帮你做出库，那我只做文员，你没有办法去让一个人干很多岗位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在仓库开叉车，自己在搬货，给门店配货。刚才这杯咖啡也是客户做的，是什么都会。就是门店缺人的时候，最开始我在美国接手门店的时候，我到美国的第2天就去芝加哥出差，我们的那边的门店开业，然后去了以后就开始进吧台做咖啡，第1天有800杯，我天！然后全是新员工，而且基本是外国员工居多，你要前期去站在那边去跟客户交流，去教助他们怎么去做出菜。结束了以后，来到洛杉矶钻石广场店开业，然后又开始前期去进设备啊，然后去做员工培训啊，然后去做咖啡，真的什么都干。然后又回到我们直营店，直营店当时因为是之前我们外招的店长，所以前期的话也会有很多的流程需要梳理，整个的员工重新培训、重新的招聘，又像开新店一样去重新去做一遍这个流程，去把它理得更顺。因为美国团队是真的很缺人，所以你们还在招人吗？招，非常招，打个广告，打个广告，美国库迪咖啡招人。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前景的一件事。想投身这个出海事业的，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库迪的招人。其实茶饮出海这2年是真的很火热，对，各种品牌，像法拉盛有一条街，说这条街是渴死过人嘛，那糖尿病一条街。这个是无糖的，我没给你加糖，这是无糖的，已经很甜了是吧？就这边有做过一些那个甜度的调整，会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内那种甜到这儿都不算甜。我们之前用的就是做的那个抹茶系列，在国内卖的不算好，因为国内的选择实在太多，到这边呢。外国客户就会非常喜欢那个抹茶，你不加糖都非常甜，他们就很喜欢，而且要加全糖。天，我每次点抹茶前，我都提醒客户，我说无糖也很甜啊。那玩意儿。对。就是在美国想喝咖啡的同学也可以尝一尝国内的味道。我觉得这段时间在这边待的，然后尝到国内的味道还是挺温暖的，我这个感觉。对，非常非常熟悉，就一口就带你回到那个感觉。这是非常国内的味道。现在原料都是我们自己产的，因为我们在国内不是有建工厂嘛，是给全球都供应。中国企业看到一步一步的往海外去走，为大家感到开心。其实库迪咖啡当然在国内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各种话题的讨论度，但是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我们觉得
得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事情。我入职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15000家店开业，现在差不多是12000家。哇，你看到一个企业去成长，不管它奔跑的姿势有多狼狈，就我在国内的工作而言，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就是向上的力了。对对对，因为整体大行情没有前几年那么快，对，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个人是非常佩服做实体的这些企业的，因为我知道这有多难。而且你线下会遇到的，就是苏世民有句话，就是你做大事跟做小事，其实它就是遇到了困难或者这个困难程度是一样的，就是对你每一家店其实它背后都代表了各种各样会遇到的问题，对对然后对。你都不知道就是对哪个你想环节会象不到的出问问题我们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流浪汉进来，然嗯后躺在地上，说自己的脚不能动，嗯让我们帮他打911，导致我们那天就不能营业。隔了2个月以后，我们的锁被人撬了，里面的钱被人偷了。关键是他偷钱也还好，他把我们的围裙、帽子，把我们店员的口红，把我们店里的马克笔都偷了。你永远不知道问题会出现哪儿。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店里去做店员的，就是然后水管爆了，哇，那刻你真的很无助，因为这边的水管工需要预约的，不可能随叫随到的。然后那天又是周末，所以就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把水去给它止住，也很有意思。是很有挑战的工作。对，因为以前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做市场啊，做运营，它可能是更偏向宏大叙事，或者是它一个项目几百万的投进去，你在里面就虽然说做一个参与的人，但是你是实际没有去现场去看，没有去实际去做那个东西了。对对，这个就真的是双手双脚可能踩在泥土里，然后真的去在下面做这些具体的事情。天天摇咖啡。之前上班的时候，我说那我不想坐办公室了，我去摇奶茶去。然后没想到梦想成真了。当然，我来之前的时候，川普就是只是最开始发了那个税，然后我来这几天就是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已经加到100%多。对，所以我今天想起一个特别好笑的事，中美谈判都已经谈判了几轮了，我的 OA 报销还没审批没走下来。这几天真的你来我往好几轮，真的变化很快。正好聊到出海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当地有很多人，我这次见了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也挺想自己搞一个副业，当然他们之前有的就是做跨境。如果他们确实也有时间有资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来加盟库迪或者在这边来开店？可以跟大家讲讲加盟的相关的东西。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库迪本身是一个联营商群体很庞大的一个企业，基本上是以联营为主的。然后在美国的话，我们的政策会跟国内不太一样，因为考虑到一个建店成本的问题或者建店周期的问题，相对来说我们会从更节省成本的角度出发。你像塔斯汀这家店，它可能全部的投入就在2万刀左右。那不高哎。然后，如果是你是一家全新的门店，因为我们不收加盟费嘛，我们是以服务费的形式去抽佣的，那就是销售额的一个比。对，然后在建店的时候也会去考虑说，比如说这个设备从当地买便宜，那么我们就会建议你从当地买；如果是从国内运过来的便宜，那你就找我们买。所以一个标准门店建下来差不多也就4万左右。明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business model。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对那种预算有限的人其实挺合适的。对对对，因为你像投入一家奶茶店，你自己开其实也是这个价钱，你做库迪也是这个价钱。对对，但是库迪的品牌啊，包括流量这些肯定还是不一样，就会更省心一点嘛，因为我们所有的配方标准都是很简化的，对人力的节省也是很极致的。对，我觉得国内的茶饮真的已经做到非常的标准化跟高效了，再加上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也会更简单，因为你在国外去各地采买，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时间成本。如果供应链就直接每天要的原料都可以准时的送到你的店里，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事。对，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太累了。其实我觉得，比如库迪现在在美国这边也要快速的扩张自己门店，那可能真的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对，我们其实前期也走了很多弯路吧，包括我们也在跟联营商去学习怎么去更好的配合联营商。因为我并不觉得说你是一个品牌方，你就应该去指导联营商去怎么做。我更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向联营商学习。对对对，比如说咖啡客单价低的问题，是
那我们运营商就会去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去增加轻食，对对对去增加对，像面包啊、是的 bagel 啊，就是是的这种就是当地大家比较习惯的，然后保质期又比较长的这种对对对产品。然后我们运营商也会给我们建议说，哦，你们应该在宣传的时候更多的去注重 Instagram 上面的哦，传播、TikTok 上的传播，仅仅去局限于华人群体，因为嗯华人群体是的，它毕竟在国外算一个少数族裔。对对对，它确实不是大多数。我们也在梳理我们的流程，因为也会有一些跨时区的配合，嗯嗯，包括跟国内的配合，然后怎么去把一些，因为门店数很多，所以它的流程会非常的细化。那我们在美国更讲究的是快速落地、快速推进，怎么让运营商他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可以信任的。其实你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在当地去做深耕。是的，是的，就是你们国内现在针对北美市场做营销的这个团队是 base 在国内还是 base 在国内？那你们总部在哪？在上海吗？还是？总部在天津。哦，在天津。对。哦，对，但是各地都有分公司，有几个比较大的区也会有。现在美国的团队真正人在这边的有多少？2个。哦，好吧，感觉资源还是要再倾斜一下，多招点同事来一起开拓美国市场。因为本身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所以招人很重要的一个是身份的问题，这个应该会卡走非常多的人。我其实都有会在想，是不是这边其实实体的机会也挺多的，对就是它不一定比跨境要小。对，我是觉得美国的实体是一个宝藏。国内实体其实真的很卷，就是它的人力成本低嘛，反正大家都往死里去搞降价。但是这边真的大家都是不太卷的人，然后你做的稍微营业时间长一点，然后对服务好一点，对，精致一品质点。好一点，就是然后好像就是会脱颖而出的感觉。我觉得本质其实还是消费力的问题。比如说，以咖啡为例吧，咖啡在国内可能我们的消费群体就是20到30岁对的白领，对对，但是在美国，你80岁的老奶奶她也可以喝咖啡，是的她也可以是的去享受生活。对，然后包括像建筑工人啊，或者是水管工啊，人家赚很多的，对，他们赚的非常多，几万的。所有人都可以停下来去享受生活，对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享受或者什么，是我应该去就是满足我的生活的这种像情感上的需求，我应该去做美甲，我应该去 enjoy the sunshine，这他们经常对我说的。这边如果做实体的话，因为这边的连锁化程度非常高，对，像这边做的好的中国的企业，Panda Express，其实 COCO 也做的挺好的。哦，还有那个贡茶，这些就比较老的茶饮品牌。对对，空腹 Tea 呀，他们都是出海比较早的。这一批的出海潮，我觉得也是因为之前是国内很有市场，大家在国内躺着也能赚钱，然后发现国内躺着赚不到钱了以后，就开始去想着。但我觉得这波出海潮给我的一个，从我的角度看，我会觉得有一个很清晰的特点，就是供应链都很强，最起码在国内的供应链很强，就是对吧？不管是蜜雪还是这个你们或者瑞幸，甚至那个 MINISO，包括什么 KKV 啊，都是带着非常强的供应链然后出来的。因为连锁这个生意本身它就是规模经济，但是在我的感觉里，什么 COCO 啊、什么贡茶，他们的供应链没有到那种非常强的那种。其实台湾的供应链也非常强，也很强。就是你在这边看到的奶茶店，就比较老一批的奶茶店，基本上供应链都是从台湾来的。当然从中国大陆的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台湾本身做 bubble tea 起家的嘛。对对对，东南亚这个确实很多也还是这个台湾的奶茶。你现在就住 LA 吗？对，对 LA 有什么感觉？其实从生活上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多伦多的舒适，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晒太阳，我就不明白加州的阳光有什么好的，更喜欢那种就是多伦多那边小草、小花、小树啊这种环境。但是从经济上来讲，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商业环境会比多伦多更有活力，你会感觉它是一个适合奋斗的城市。是，LA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包括我在这边开车，感受到一点国内的那种味道，就大家就是变道会变来变去的，然后车速都非常快。对，这边开车很危险。就是我也会听到在路上按喇叭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节奏会快一点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来这边奋斗赚钱那种感觉。对，多伦多就是会很安逸。平和，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慢，相对来说消费力也会稍微弱一点。就是你们整体在美国的一些店的分布啊，或者是一些规划，分享一下。我们目前是在洛杉矶有2家已经开业的门店，然后2家正在筹备中的门店。对，大家搜一下，其实搜得到，直接搜库迪的那个英文就能看到。然后在
夏威夷是我们的美国首店，对首店在夏威夷。对。哦然后夏威夷的第2家店这2个月内也会去开，纽哦约那边也有个2、3家这种小店。纽约的成本其实可能会比这边还更高一点，所以前期我们都会去一些小店去做尝试。我的看法就是，大家到一个新的市场里面，先不要把调子起得那么高。是的，是的，从小的模型开始。对，因为起得高就是费钱费对，人。如果你拿了真的很多融资的话是可以，但是拿自己的钱的话，可以先从小的开始。对呀，对呀。挺好的，就我感觉跟你聊完，感觉你们做的事儿还真的挺落地的，企业文化也是那种很踏实的那种文化。然后我最怕别人说什么，那最怕说你们好 low 啊。我自己创业完之后，我觉得这就是做生意，就是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大概率都是不赚钱的，或者它大概率就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就是认认真真的做件事儿或者赚钱，它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很 low low 的感觉，这才是这个事儿正常的样子。其实我的看法是在经济上行的周期，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对对对。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你就活下去。对，是的，是的。前10年大家都是融资了，又是洗钱了，那个不是常态。你要非常落地的去做一些事情，非常实际的去做，你要去考虑这个事情的投资回报比。对对。之前在经济上行时候画的那些饼，在经济下行期都是行不通的，大家都变得很实在，每一分钱掰成2半花。我当时出国其实也没有信心，我是觉得说人家就是一个一直喝咖啡的国家，你去能有什么优势呢？但是我后面也觉得说，因为一个市场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蛋糕留给别人去吃，对对对对，是的。然后你不要去那种非常野蛮或者非常激进的去抢市场，对慢慢去做。因为美国，你看这家门店，你猜它有多久了？10年。对，它有10年。就是一家门店，它的生命周期会非常非常长，你要奔着这种长久的做生意去经营。对，像美国的连锁化程度会比国内高很多，它这边有门店差不多45%都是连锁店，不管是星巴克呀，还是麦当劳啊，或者是加拿大的 Kings 啊，它都是连锁品牌，也都深耕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做出一点成绩。前期的时候，各种形式都尝试一下。我其实很感谢我们的联营商，因为其实有一些成本是他们花钱在帮我们试错。就我并不觉得说加盟是一个很收割的生意，就是我们必须要从你们那儿赚到钱，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加盟商那边去学到经验。是的，是的，是的。在一个陌生市场找到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那个感觉。其实有很多加盟商来咨询我的，就是我也发小红书嘛，要推一下你了。Coco 在美国开店，就是OK，就是到时候放在这儿，就 Coco 在美国开店，然后可以了解一下，对吧？库迪在美国的一些进展，包括一些美国实体相关的这个怎么做啊，一些心得呀，包括真实的内容。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我在宣传我的自己的小红书账号的时候，我都是不带品牌的。我只是从一个咖啡行业的视角，或者是茶饮的视角吧，可能我们并不跟那个本质的那种精品咖啡还是有点区别，就是一个茶饮从业者或者是饮品从业者的经验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东西，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的客户来问我去怎么去经营一家小的咖啡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我就会发现，其实想开店的人很多，是的，是的，很多。但是真正合拍的合作伙伴很少。有一些加盟商他很有实力，他说你这个区给我拿下来，我1年给你开100家店出来，真的非常非常多。还有那种我拿200万美金投到你们店里，你给我开4家店出来，我只要去解决我的身份问题就好了。我们会遇到很多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对。但是我后面都选择不去做，而且我也知道我们接不住。我们如果说有足够的人员，有足够的经营能力，或者是我EB5我就给你能办下来，我觉得我们是没有那个实力的，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去找一些我们性格上很合得来的联营商。可能一下子拿了很多钱，但那个其实长久不了，或者就是最后大家还是会分开。对，还不如从第一开始就对的。因为你投资越高，你的期待值越高。对。库迪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
小生意。我理解成就是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宝妈呀，或者是我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的，我想出来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又不想去进入职场环境去跟大家去竞争，那可能我自己经营一家小店，节奏很慢，比国内经营连锁店就这边的节奏要更慢一点。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如果我但其实我不会待在美国，但如果就是假设我真的待在美国，我是真的有可能会做一点实体的，因为我觉得这边实体真的是有机会的。就是他当时说那个什么头200万那个是用你们的这个项目做一个 EB5，对。还能这样 EB5，那就是说你们在这边的公司的主体去做一个项目出来，然后他把这个钱投了。不是，是他单独的去成立一家公司，因为 EB5 有2种，一种是直投，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一个中介，他可能是做房地产的，以融资的形式或者是借贷的形式给他80万美金。我之前楼上是一个移民中介，他之前跟我说是80万美金，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拿到绿卡，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算了，这个还太贵了。对，然后直投的话，它要求会更高，就是你自己去做生意，它必须要保证你的营业额是正的。但很多人在做这种直投的时候，就会发现要不断的去往里面输血。对的，你一般做一个实体或者创业前期肯定都是往里输血的。对，但是这边输血，我认识的一个人，就为了做成这个东西，可能就投了800万美金。美金，我天呐。因为这个东西在亏呀，你没有办法，那你又不能甩手不干，甩手不干身份就没了。最早一批投资移民的人。就是踩了坑，我是不了解投资移民，我就是有时候会问一问，因为像圣盖博那个地方，其实很多去做都不是说正规的渠道去进来的，他们更多的就是这边就产业链。对，这个产业链挺大的。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模式吧，也不是商业模式，就是餐饮的经营方式，就是 drive through， 中国叫汽车餐厅、汽车旋转餐厅。是的。对，其实像这边的 drive through 贡献了非常高的营业额，像星巴克啊、麦当劳啊，包括这边的 In Out， 你有没有吃？没吃。就这边很有名的一个汉堡连锁店，就是很多地方会设计成那样的。对，包括它点单机，我看就在那个车道边上。是的，不下车，就是大家都比较懒。是的，这边我觉得有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我感觉蚊虫没有那么多。其实国内有一些食品安全规范，就是它会，如果我们在国内作为品牌方，我们就会非常非常严格的去要求去联营商去执行。但是其实在这边，因为政府管控的很严格，你包括怎么去丢垃圾，怎么去处理店里的油脂，或者是怎么去冷藏冷冻，就这些规定，其实它都会非常清楚。所有的餐饮从业人员他要去考一个 food handle 那个证书，加拿大也是一样。然后经理还需要考一个 food manager 的一个经理证。就这边的考试其实都不难，它更像是一个互动性的学习，让你去了解它的消毒规范，它的食品储存空间，然后还有一些行为规范，就是可能哪些会有感染，或者可能哪些会有交叉污染，它都会给你列得非常清楚。其实我觉得这边的餐饮业大家还是比较守规矩吧，比较合规吧，因为违法的成本真的很高。是，对，就举个例子，我们前段时间去发托盘去到纽约，我们想着说啊，那给联营商去多装一点货，我们缠得紧一点。结果呢，就会被那个快递公司发现你超出了那个托盘1-2厘米罚款。我们本来是好心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面就是造成了损失。当然，这个损失我们也是自己承担了，因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嘛。但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经验吧，就是在美国规定你就按照规定去走。那可能成本高一点，可能说你花费的钱多一点，但是省心。你千万不要想着说自作聪明的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付出的代价反而会更大。这个就是跟 Coco 在塔斯汀聊的关于库里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你对于海外开实体店啊，或者在美国做跟咖啡相关的这个生意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在评论区去互动或者留言，或者想加入我们。对，或者欢迎加入他们的这个北美的团队。谢谢大家今天时间，那这次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